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5月30号。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9点半开始，那么计划直播1小时。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那么可以把你们感兴趣的股票的名字或者说代码，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这样的话我可以分析你们关心的。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今天盘前是出了一个 PCE 数据，这个 PCE 数据，美联储是非常看重的，但是今天盘前出的这个 PCE 数据的话，主要就是个人支出和收入，但是都比预期的好，还有就是盘前出的，不出意料的。川普又发这个推文了，在他自己的这个 Truth Social 这个 Media 上发推文说啥呢？抱怨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说是这个贸易谈判现在进入了僵局，说中国这个违反了这个他们之前商定好的协定，然后给自己叫 Mr. Nice Guy。川普很喜欢给别人起外号啊。之前给这个美联储主席叫 Mr. Too Late， 就是抱怨美联储主席不降息，对鲍威尔起的外号 Mr. Too Late， 然后给之前这个前主席那个 Joe Biden 起的外号叫 Mr. Sleepy， 就是说拜登年纪太大了嘛，有时候开会的时候老爱打瞌睡，所以说老爱给别人起外号，给自己起的外号叫 Mr. Nice Guy。但是外号这个东西大家知道，怎么说那句话？只有叫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但是，这个外号一定是别人给别人起的，而不是说自己给自己起的。所以说，其他的有可能是对的，比如说 Mr. Too Late、Mr. 的 Sleepy 啊，这那的。但是管自己叫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叫 Mr. Nice Guy， 这个是川普是一贯的作风吧，很喜欢给自己脸上贴金，而且他也确实是特别喜欢这个黄金这种颜色。如果说你看过他之前的视频，到他们家里面的一些采访，全都是金碧辉煌的，连厕所里面都是金颜色的马桶，是这个什么各种金颜色的。然后最近这个美国不是要搞这个叫 Golden Dome。就是类似学习这个以色列似的，它的这个防空系统叫 Golden Dome， 所有都是金的，特别喜欢这个金的颜色。Passport Golden Passport， 这个 Golden Pass， 所以川普对金的这个颜色是可能有谜一样的热爱，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他也不掩饰，这个川普这个人的性格就是特别直来直去的。你采访，你看他之前这个很年轻的时候的采访。跟他现在的这个采访的言论前后一致性特别强，所以说也是挺有意思，性格很鲜明的这么一个总统。你喜欢他也好，你憎恨他也好，这个人的性格都非常鲜明，所以说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的之前总统的这个特点。还有就是这个他毕竟是个商人嘛，对吧？他这个商人避免不了这个以这个商业的利益为目的，所以说你会发现他很多的时候非常灵活，商人一定要非常灵活。川普这个特点非常鲜明。我们已经有朋友提问了，那个 Susan 还有 Tomlex， 我们简单的说两句这个大盘，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比较多。那么这个大盘的话，因为今天这个 PCE 数据的话。并没有明显的往上走，虽然说这个预期比预期的强，但是这个也没有明显的往下跌，对吧？现在就是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线上我们就不说了，看一下1小时。1小时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稍微清一下。现在这个高点和低点，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纠正一下。或者说它这块现在没有出来一个明显的一个选择，就这块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选择。那么前面这里是有一个中枢，对吧？3段重合构成了中枢，
现在就是围绕这个中枢震荡。那么你要么是跌破5873，那这样的话回落这一笔就构成了。那么从5767上涨的话，就延续到这个5943，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在做中枢震荡。或者说你再次突破5943，那么的话就可以这样画，从5939画到这里，然后这样的话也是上升一笔。但现在它两个方向都没有，你要么是突破5943，要么是跌破5873，这个区间现在是一个中阴段，没有选择方向。所以说在1小时上这个结构的话，它是没有结构的，它是没有方向的，可以等一等，等它选择方向之后再做短周期的一个交易。然后大周期的话，就是它还在做1小时的中枢震荡，没有脱离这个中枢。想要脱离这个中枢，我们之前说过，必须要有三买和三卖来判断。它现在没有这个三买和三卖出现，那么它就不会脱离现在这个中枢，对吧？三买和三卖是我们用来判别是否继续中枢震荡的一个标准。那么简单说一下这个，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先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财报也出来了，然后这个昨天是一个高开，类似一个高开低走吧。那么周线上我们说过，它刚好到了这个周线这个大中枢的上沿的位置140.76，顶到这里来了。任何一个中枢的这个结构点，比如说中枢的上沿、下沿、中枢的高点、低点，都是天然的阻力位和这个支撑位，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天然的这些位置都是压力位置，往上走这个位置就变成了压力位置，往下来它就变成了一个支撑的位置。这就是一个中枢它的各个关键点位。那么这个现在到了这个上沿位置，但是呢，在周线这个大周期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还没有出现周线的顶纹型出现，对吧？它还可以继续向上延续，因为我们赚的钱是走势延续的钱。什么叫走势延续的钱？就是这个走势继续向上生长，继续涨，你做多你就延续嘛，你就赚钱。如果说到了这个位置它不延续了，要掉头往下来了，你在这里继续做多，那你就亏钱。所以说我们赚的钱一定是延续的钱。那么这个在周线上还没有顶纹型，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一下它的结构是不是饱满，是不是充分。我一直在强调饱满充分的每次在直播的时候，就是说要看它的结构。所谓饱满和充分是跟模型相比较，对吧？是不是有进入段？是不是有构成中枢？是不是有离开？是不是有2个中枢还有离开？就跟模型比较，也不是说必须要有2个中枢，但是如果说它只是以浪形结构在做这个结构的话，那说明这个结构就是不饱满。也不是说不饱满就不能结束，而是说比如说这个结构不够饱满，什么情况下能结束呢？比如说这里回来了，做了一个中枢，这个反弹又回去了，这段就比较重要了。如果说出现一个不背驰的往下走，那么这个位置立刻就可以断开，就形成了左侧是一个5浪上升，右侧最少是一个3浪，甚至也是对称的做一个5浪，对吧？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一定是根据当下的结构来调整你的这个分析的这个结论。就比如说我之前也打过一个比喻，就是类似我们在这个破一个刑侦案件，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先假设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反向的趋势的起跌点了，那么你就慢慢的去求证它有没有结构给你的表达，在当下结构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下跌，下跌的时候是不是结构比较简单，通过这种方式来确认，慢慢的确认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呢，相应的你要配置仓位的，或者说相应的你要去减仓动作的，而不是说我光分析光假设不应对，这也不行，你那不是成了纸上谈兵了吗？就是它既然有了这种倾向，到了这个中枢下沿的位置，虽然说周线上还没有顶纹型，那我在日线上这个结构，那么今天也出了这个顶纹型，我减一点仓可不可以呢？当然没有问题了呀，对吧？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这个迹象，或出现了这个日线上出现顶纹型，这就是它的表达。你不要去预测它这里是不是要真的是走一个反向，而是出现了这个信号的时候，你就要表达，你就要应对。所以说一定要
摒弃这个预测思维，而一定是跟随当下走势做应对，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比较难的一点。为什么说难的一点？就是因为预测是最简单的，你张口就预测啊，我这里要走反向了，我这里要到某某的这个位置，这个支撑啊，这个是最简单。你去看很多论坛里面、群里面，很多人天天都在那儿吹嘘，哎呀，这个位置要上不到哪个位置，哪个位置跌不破哪个位置，这所有的这些都是在预测，谁都能预测，谁都能预测。但是我们恰恰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不要去预测，而是一定是看当下结构、当下走势才是最关键的。那么出现了你不去应对，那你就是你的妄念，你的这个其他的念头阻碍你去应对它，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在这个结构，我们之前说过，86.62上来之后，它是一个1、2、3、4、5，一个5浪，一个小5浪。日线上的一个这个浪形结构的一个尾浪，而且它这个 MACD 表达不够强，有什么柱子的长度了，快慢线的张口了，所以我在这个位置减仓是非常非常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信号已经表达出来它弱了，那我肯定要应对，我要跟随这个合力的这个表达。那么至于它之后，比如说现在出现了这个顶分型，然后跌了2、3天。又起来了，又再次突破143.49，那是之后的事儿，那是到了这个位置你再去应对的事儿，而不是说我在这个位置我就说它可以到了这个位置然后上来，你这就是纯预测了，晓得吧？所以说至于你要不要应对，那还是看你的一个，首先你的仓位、你的交易周期、你的风险喜好，对吧？但是在日线上周期，它已经表达出来这个了，所以说，应该先做减仓的动作，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么这是这个简单说一下这个英伟达，因为它毕竟它没有其他的这个信号了，现在，因为它现在在大周期上就是这么一个在周线中枢这个中枢震荡区间，如果说想快速脱离这个周线中枢的话，那么这里不能够弱。一定要是快速，尤其是5的话，一定要快速往上走，才有可能脱离周线上这个大中枢，对吧？所以说，更大可能是回来做一个中枢之后再看，这里回来做一个中枢，看能不能快速往上拉，才可以或者有可能突破这个中枢，脱离这个中枢。但是对我们长期来这个有底仓，长期交易它的无所谓啊，我减一点回来了，我再买回来，就是做一个加减仓的一个动作就好了。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Tom Lex 朋友问的 MRK，MRK 的话应该是一个这个药股吧，它这个我们看一下图形，我们之前应该没分析过，是一个生物制药公司对吧？有这个默沙东，中文应该叫默沙东。有处方药、疫苗啊，还有一些动物保健产品。然后这个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那个礼来、艾利丽，还有 Johnson Johnson， 这个辉瑞，都是它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它的体量可能没有什么礼来啊、强生大，就是这个盘子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季度的图形，我再看一个大周期。现在看的周期是年线的，每一根 K 线是一年。但在年线上，它这个图形很有意思，在年线上出现了一个这么一个结构，就是1、2、3，然后现在开始出现了年线的顶分型，年线的顶分型出现了，这明显一个3段。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这3段的力度，就是年线大周期的一个大力度，看看有没有什么位置，看到没有？年线大周期110，就是因为这前面这是可能之前有过这个复权呐、什么什么一些的，但是不影响我们比较。110这个位置就是年线的等比例的位置，之前有3年吧或2年，3年都在110这个位置，这是这是2022年、2023年、2024年都在110这个位置就没上去，对吧？
在去年的话，2024年是尝试突破110，都被打回来了。所以说，可能是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年线上出现了这个点纹型，那么之后如果说它的季度上年线出现点纹型，也不是说它一定要那个年线上要回拉一笔，它的次级别可以先弹一下，然后再往下走也可以。我们要依次的利用这个区间套慢慢往下看。那么我们就是以这个最高点下来，慢慢的往下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最高点也给它标出来，1134。那么季度上已经是一个季度的回落，已经够一笔了，一个季度的回落已经够一笔了。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季度的起涨点这个位置，你看一下它到哪里。OK， 这是最高点134.63，然后季度上刚好是回踩到 0.5 了，现在季度上回踩到 0.5 了，但是季度上这个大周期的已经跌了5个季度了，跌了5个季度还没出现季度的底分型，对吧？就是延伸性这个特别强。然后月线上也是一样，一直在跌，出现过几次月线的底分型，月线底分型，月线底分型，然后再就没出现第3个月线底分型，还没有出现。但是月线上慢慢的到了这个120月，还没到200月，200月的话是在 63.25， 对吧？如果说再往下深的砸的话 ，MACD 全到0轴以下的话，那基本上就去0.618了，63.24附近或者65附近吧，那就到这个位置才有可能止跌。所以整体来讲，它的下跌的延续性特别强。周线上，所以这种大周期那个下跌延续性强的时候，你去做多，基本上就是逆势，对吧？大周期是下跌的，你做多，你不是逆势吗？那么现在这个周线上，我们看一下周线上这个结构。周线上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够5周，但是有包含关系，这也是够5周。然后这里的话不够，基本上就是一个5浪，我们可以简单化一下，因为它虽然说有包含关系，不是严格的5周，但是也没有太大关系。在我们对已有图形分析的时候，这种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也就是说，它是以一个周线上大浪形的模式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如果说是结构简单的。不论是什么结构，无论是哪个周期，只要它的结构非常简单的上或者下，说明它的这个多空一致性非常强，就是多头也不去做多，空头就一直做空。所以说这种一致性的情况下，就这个结构就非常简单，它没有出现中枢，或者说没有出现这种中枢，晓得吧？这是有区别的。这种就是简单的，我们叫它这个奔走中枢，这是跟我们刚才形成复杂的中枢的一种这个区别。那么现在我们关注的就是第5笔或第5浪，在周线上这个第5浪有没有结束？这个第5段的时候，它明显的这个结构开始复杂了，它开始尝试这种上下翻飞的这种反弹，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个第5浪，它这个第5浪走的就比一般情况下的5浪强。一般5浪我们说是尾浪的时候，就是5浪就比较弱了，但是呢，不代表第5浪就是最小的浪，在波浪里面只是说3浪。不能够说是在这5浪里面最小的，那么没有说5浪的大小，对吧？所以说这是这个在波浪理论里面的这个定义。那么第5浪我们要看一下，从105到 73.31 它的这个内部，把这里断开，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好的，那么这就是105下来的段，我们把其他的清一下。我现在只关注105右侧的这些，看看这个结构是不是饱满，是不是充分，是不是能够结束了。那么在日线上，这里有一个上下上做了一个日线中枢，这个日线明显从这个105下来的话，明显是经过两个中枢下来了，这个已经很饱满了，2个中枢，对吧？然后这里还给了一次反弹，但是现在这个反弹呢还不够，我们看一下够不够5根。最低点 73.32 73.31， 最低点在这里，
刚好不够这个，这个反弹虽然说是非常明显的是这个潜在的这个三卖，但是因为最低点在73.31，它现在不够这个一笔这个反弹，按照笔的定义的话，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回撤，如果说是要以73.31作为一个起涨点来的话，那么这个位置进入段它当中进入段的话是没有问题，因为进入段可以是跳空缺口。这个三段回落是必须要满足比的定义的，晓得吧？所以说，你潜在的，我们现在就是以73.31这里作为一个分割点。如果说这里要生长出来，周线上一笔上涨的话，我们再看一眼周线上它要一种什么情况？也就是说，1、2、3、4、5，它这里可以生长出来第6笔反弹了，或者第6段，对吧？你要做的话，就做的是这段反弹。那么这段反弹，你也可以利用高周期的这个黄金分割计划一下，看它能到哪里。如果说73.31不能够被打掉的话，那么看看能不能够弹一下到85、89，甚至92都可以。但是即使是到了92.94、93附近的话，也碰不到前面这个低点94.48，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还要回来一次，那么就会给一个，要么是再次跌破这个73.31，就是一个1、2、3、4、5、6、7。要么就是给一个2买，就不跌破前面这个低点也可以。所以如果说真的是给了一个7浪衰竭，或者给个2买的话，那肯定是仓位大一点的往上干。但是现在那都是后话，所以说要做的话，就是现在要做的就是这笔反弹的这个位置。我们再到日线上，那么现在日线上，我们通过大周期计划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那么现在在日线上这个结构，它现在只有一个进入段，然后一笔回落。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潜在的2买了，只要不跌破73.31，所以说73.31是一定不能够被跌破的。那么可以这么计划了，毕竟这个虽然说它的整体趋势还是下跌的，但是并不影响我做周线上这一笔呀。那么周线上这一笔的话，即使到0.382的话，11%左右的一个空间，就看你这10%左右的一个上涨愿不愿意去做，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说它跌破前面的低点的话，4%这个盈亏比是合理的呀，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你的盈亏比，跌破73.31我就止损走人，然后不到10%，或者说只要是赚钱的，等比例赚钱我也可以，比如上涨5%左右我也可以出来，就是起码你的盈亏比设计是合理的就好了。但最怕的那种就是那种我这个亏20%，打个比方，我这里要亏20%、30%，然后我只赚10%，那你这个盈亏比就不合理，说明你这个止损的空间太大了，那么你的潜在的盈利空间太小了，那么你这个是不合理的一个设计。所以说这种交易的话，那就要等，说明你进场的位置可能不够理想，不够好，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等。但是它这个现在的结构的盈亏比是合理的，所以说你要做10%，盈利10%，止损5%左右的一个这个交易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又到了这个日线上给了一个2买的潜在的2买，那就可以配置仓位了呀。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个默沙东的这个分析从大周期捋到小周期，又讲了一下如何计划这个交易，说的清楚，有没有说清楚？大家可以这个在我分析的时候结合我的分析，然后再结合你们自己的想法，可以多发言或者多在频道下面的这个视频下面留言也可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讨论怎么来设计好一个好的一个交易策略，对吧？毕竟我也只是从我个人的一个经验上的一个出发，没有绝对性，这个都只要是赚钱的都是好的，没有什么绝对的，但是是不是够合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看你的一个交易经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K 朋友问的 Cava CAVA， 这个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一点这个叫 Cava 的，是吧？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的基本面，大家其他人我不知道熟不熟悉啊。这个是一个啥呢？这是一个快速休闲餐厅连锁品牌，主要业务是提供地中海风味的定制化餐点，包括什么沙拉啦，什么三明治的，对吧？
核心理念就是提供健康、美味且便捷的餐饮体验，这是它的一个主打的这个概念，核心理念。那么它有点类似，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有点像什么呢？美国有一个做这个叫Mexican Grill， 是做墨西哥卷之类的一个类似的一个餐饮连锁餐饮的一个那个企业。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做餐饮的或者说做这种健康便捷餐饮体验的，它的这个上市好像比较晚，23年上市的。然后在大周期，我们之前说过，它这里已经出现了月线的潜在的2买，对吧？这里是一个1买的话，这是上市之后，然后一个回落。我们之前好像也测过这个回落的，已经跌破了，但是还没有那个有效跌破0.618，就是在这个大周期上。那么大周期上现在是出现了月线底分型了，对吧？月线底分型已经出现。我们之前说过，出现顶底分型的时候，不是出现顶底分型的这个位置买，而是在它下探失败的时候买。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典型的出现了底分型之后，现在开始下探。但是能不能够下探失败与否的话，那要看这个70这个位置能不能够被打掉。如果说它把这个底分型的下沿，也就是70打掉的话，说明这个底分型就失败了，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向下继续延续了，对吧？所以说这就是出现顶底分型之后，你在什么位置进场，不是出现顶分型的，不是在这个位置进，或者说在这个位置进，因为你只要突破了第一元素，因为顶底分型我们说过有3元素，你只要第3元素突破了第2元素的高点，这个底分型就成立了，对吧？不是在这个位置进，而是在它下探失败的位置进，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它现在开始向下这个下探，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上。那么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把这个结构给它清一下。我们之前在这里说过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它是一个递归模式的一个2脉。为什么说是递归呢？因为它这个最低点在109.23，前面这个是110.59，所以说这个109.23这个位置破坏的这个结构它只有4根，但是它这个是明显的是一个2脉，就是在这个结构上，这个是明显的是一个2脉的位置，就周线上是一个2脉的位置。如果说你不给它画成一笔的话，你如果说直接一笔画到这里，你是体现不出来这个周线搭2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在后期划分的时候是应该把它描述出来的。所以说这里是画成了一个1、2、3，然后这里给了一个明显的一个4浪反弹。现在看它是这个第5段，第5段能不能够这个跌破前面的低点，对吧？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浪形的这个结构，能不能够跌破是跌破之后的事儿，但是在当下出现了这个顶分型了，周线底分型，又是一个这么一个结构，那你这个4你要不要硬？就是在出现顶分型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减仓，或者说去做空它？那么至于它是再次跌破70，还是说只是一个有效的回撤，但是不能够跌破70，给一个2买，然后在这里做中枢，甚至直接走反向都可以，但是那是之后的事儿。你只能是利用完全分类去做一下分类，但是在当下这个4浪反弹的这个位置，你有没有去做应对，对吧？那么我们再看小周期，这个回落这一笔有没有可能出现有效的回落？毕竟现在这个周期是周线，它现在只有3周的一个回落，因为它也可以成为一个中继的呀，对吧？我们再次到一个小周期上。我们再把这个其他的清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结构。那么就是以70这里作为分割点，其他的都不用去关注，我只关注70右边这些。那么70右边这些的话，它的结构是这样。那么我们把这个70右边也给它画一下，它也是4月9号这个 K 线破坏的这个结构，但是无所谓，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噪音。这是一个有效的结构。
我们上次分析它的时候，我们好像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了。当时，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这位 K 朋友有没有去按照当时我们分析的，就是他在做这个4浪回撤的时候，这个，已经当时应该做过完全分类的分析。我现在有点印象，当时分析过这个票。那么现在它跌得流畅，看到没有？日线的这个跌得有点流畅，直接就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这里可以当成一个中枢。或者说，在没有跌破70之前的话，这个中枢的位置就在这里，对吧？它可以继续延续。那看它到了这个下沿这个位置78.03，有没有得到一个支撑，让它弹一次之后再下，对吧？那么在它的小周期上，我们看这里有过3根 K 线，三根，说明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中枢，它可能小周期上可能跌的差不多了。可能基本上再踩到78附近吧，有可能会止跌，然后弹一下，然后你再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那么它弹一下之后，那可能会快速往下走，也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构造出来周线上那笔回落。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就如果说在上面没减的话，那这个位置就别割了，因为毕竟它马上要到可能出现的支撑了，它弹一次之后。有反弹的时候，你再去减仓去，然后再看它这里能不能够出现3段，构成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周线上那笔，就看它，然后再看它能不能够跌破70。如果不跌破70，就是我们说那个2买，跌破70之后，我们再看这3段有没有背驰。如果说没有背驰的话，就再等一等，它有可能是出现5段，甚至是带中枢的，以这种方式来构成周线上这个第5段，因为它周线上第5段你是没有办法知道它这个下跌的空间的。就比如说刚才那个默沙东，它的第5浪就走得很强，对吧？一定要出现背驰，尤其是大周期的背驰。所谓背驰就是有3段有背驰，就是强弱比较，1和3它有强弱的比较，弱了没有前面第1段跌得强的时候，这就是有背驰了。这就是说我们买是买背驰的时候，出现背驰了我们才去做买入动作，或者说做出那个卖出动作，或者去做空，对吧？一定是有背驰。那么现在它的这个明显的背驰就是在小周期里面1小时上是有背驰的，或者说1小时上这个结构已经相对饱满了。这就是这个 Kava。你问可以买吗？我是不会建议买的，我起码有反弹之后，我反而去，起码要是真想买的话，要等待周线上这个结构相对的清晰之后再买，我是不会去做买它的动作的。然后再看 Shirley 朋友问特斯拉，你问能不能够持有到 Robotaxi， 对吧？特斯拉的话，首先就是马斯克已经在他的Twitter 上或者现在叫 X 上发推文说他已经要退出这个叫什么 Doge， 他的这个效能组织效能结构。就是削减人员的这个组织，然后又要6月，你说是6月12号对吧？好像是要在6月12号，要在这个奥斯汀，在奥斯汀要搞这个 Robotaxi 自动驾驶的这个活动，然后这是他之前出的这个消息。那么你说能不能够持有到6月12号？我觉得特斯拉这公司怎么说呢？争议也是非常大的，但是。你不能够说它在自动驾驶或者说在这个电动车上的那个龙头地位，对吧？它的争议虽然大，但是永远不要低估马斯克这个人，永远不要低估马斯克这个人。他有很多招，当然了，这都是闲谈，不能够作为我们这个进出的依据。但是呢。你说你做空它的人也不是没有，对吧？你在488空到214也能赚钱，所以说这个争议非常大，它的关注度非常高，而且它会受到很多消息的一个刺激，随便一个推文可能就让它暴涨暴跌，这是它的一个特性。那么你要持有到6月12号，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持仓成本。在哪里，对吧？如果说是赚钱的，那你任何位置卖都没有关系，只要是赚的，对吧？这是你的一个前提。那么
看一下它的结构，从214上来之后的结构。首先月线上我们说过，之前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大的底分型，底分型，这是月线上出的结构。那么出现底分型，就是所有的分析都一样，底分型的这个下沿214不能够被跌破的话，它这里就要生长出来一笔，甚至可以再次突破488，对吧？这就是围绕中枢震荡的时候，这是其中一种可能啊。你在做完全分类的时候，股票只有3种方式，要么涨，要么跌，要么就是横盘，只有这3种方式。你要么就往上增长，你要么就横在这里，你要么就下跌。如果说你把下跌的情况分析好了，214.4防守位，不跌破它我就一直拿，跌破它我能承受我这个止损的话，这个损失的话，那没有问题呀，对吧？只要你的操作是不带杠杆的，没有加 margin， 没有用那个其他的，只是操作股票的话，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操作的是期权、衍生品带时间周期的，那就难了。所以说肯定是跟你相关的操作的标的有关系。如果只是股票的话，那风险并不大。那么在周线上，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这周线上这一笔是我们刚才看那个月线上那个底分型，然后日线上跟其他的这个结构差不多。这是也是4月9号，然后有一个回落给了12买，但是它的就是区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说过，它的小周期上，我们把小周期的结构给它补出来。其他的这个标普啊，什么英伟达都已经4个中枢了，这是1个、2个、3个，特斯拉才3个中枢，前面这个第一个中枢和第二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这是一个升级的大中枢，2次回落还是300，所以说它跟其他的不一样，它的这段上涨的延伸度比较强。那么针对第3个小中枢，它又现在潜在的要出一个小300了，把这个高点给它标出来，367回落到这个今天开盘之后的这个低点，已经出现了潜在的一个小300，就针对这个中枢。它是可以再次出现一个小300，再次打高点的。也就是说，模型上它是什么位置呢？模型上是这样，这是有一个中枢，然后这样，这是大 A， 这是大 B， 然后这个是小 B 段离开，然后这是小 C 段，前面是小 A 段。现在它在哪儿呢？在小 B 段里面，我可以有2个小中枢，它现在在这儿。它现在在模型上的话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这是小 B 中的大 A， 也就是我这个箭头里面说的这个位置，小 B 中的大 A， 它在这里，在这里现在在生长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小 B 中的大 A 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潜在的一个小300了，对吧？这个没回来嘛，就是300，但是现在底分型也没有出现，1小时上这个底分型也没有出现，但是它的结构。我们利用简单的一个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它有没有3根 K 线的并排，你看已经有2个了，看到没有？说明它的小周期上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所以说更可能的概率是出现这个给你一笔反弹。这笔反弹你那个要不要做是一个问题，但是理论上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性的，它也可以再次突破367，突破367的话，那这个小300就成立了，那就要看它这个离开之后的力度是不是够强。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那个小 A， 这是 B 中的大 A，B 中的大 B， 那么它有可能要走这段，就是 B 中的小 B， 也就是说这个离开一定要强，那就有可能去走 B 中的小 B。你有了这个模型上的这个位置的话，你就知道去怎么跟了。如果说表达的不够强，那肯定就不是走小 B 段中的小 B， 就不是走 B 中 B， 因为 B 中 B 就是浪形里面的3浪3， 3浪3它在上涨过程中的话就是这个力度最强的，下跌的时候也就是下跌力度最强的。所以说你只要有了脑子里面有模型的这个概念之后，你就知道了它所处的位置在模型里面是什么位置，你就在最后期的话是有一个就是说它上涨的这条路这个过程中你是能跟得下来的，因为你在模型里面它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框的。所以说到6月12号，如果说它的那个浪形能走出来 B 中 B 的话，你别说6月12了，7月12号都没有问题，对吧？
所以说，这是往上按浪形模式，但是前提是这个离开的这个力度一定要有。如果说离开力度没有的话，那就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它也可以是直接从这里结束。如果说以367就结束，就这段的上涨的话，也就是说周线上这所有的这些是周线上上涨的这一笔，看到没有？周线上涨的这笔，我们之前也是测过这个反弹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到了 0.5 了，在 0.5 和 0.618 之间，这笔如果说直接结束也可以啊，然后给你回来一次之后再走个3段，以这种方式来生成周线上月线上那笔上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有点类似这个车轱辘话来回说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你所要做的是在当下的这种情况用仓位来应对，对吧？不是说两个那个上涨也可以，下跌也可以，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那你要用，这个它出现下跌的可能性的时候，我才要去应对去减仓啊。但是它现在明显的表达是强的，对吧？所以说，不是去预测它要怎么走，而是要跟随现在当下市场的一个选择去做应对。那么这个位置还是出现一个小300的时候位置，我肯定不会去卖呀，我反而会去买它，我起码先做这一笔。如果说真的是走出来了 B 中 B 的时候，那我岂不是要多拿一拿？好的，那么的话，大家的提问的标的都已经说完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标普现在有没有做选择。现在最低点5875，并没有跌破昨天的最低点，对吧？还没选择方向，还没选。那在小周期里面，这里面是横了好长时间，还没选方向。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5分钟上，我们在昨天做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利用这个标普的5分钟还有1分钟，就是这里有一个5分钟的中枢，它并没有脱离这个中枢。看一下这个小中枢，最高点在5939，啊不对，5943是最高点，对吧？但是它这个明显这个中枢它并没有脱离。最好的对做多的肯定是往上走，突破这次突破5943，甚至是给你踩一下，这样走也可以。这样的话，就这个大中枢，我在5分钟上的话，它这个中枢肯定比下面这个中枢大，说明这样的话可以走 B 段，然后在上面可以再生长出来一个大中枢来，对吧？这就是往上走。哎，现在有点希望快速往上拉，看看能不能够上去。好的，这是标普，我们继续跟一下。其他人那个在直播间的也好，或者说其他的都可以继续提问，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可以这个多讲一讲。看一下苏珊问的 Snowflake。日线是不是只有一笔？对，可以当一笔用，也可以是3笔，就是因为这里不是也有4月9号这根 K 线嘛，对吧？就是你可以是这样的一个3笔，然后现在看它这个有没有4的回落。那你可以再到小周期上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现在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它是这样，对吧？这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我们之前你问的时候，这个位置我当时说过，有点这里就是当成第3个也可以，就是3中枢上涨也可以，或者说2中枢上涨。不论是3还是2，都是趋势上，对吧？那么针对这个最后这个中枢，现在有希望要出现一个300。那么这个起涨点是在这个位置，你可以从这个最低点测一下。
回撤的非常浅，所以我要是你的话，这个出现了中枢，出现一个底分型之后可以再进，就起码可以再做一次1小时的这笔反弹。至于它再不出不出高点，那是之后的事儿。你在当下能不能够买进去这个位置是你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是可以做的。但是呢，因为这是1小时的这个周期，就主要看还是你要长期做的，还是只是一个短炒。短炒的话，你就做那个做一个止损。有止损的话，起码你能够避免它出现一个深的回落。但是如果说长期做的话，那就仓位配就好了。然后再看这个 floor 全朋友问 Palantir 出现了卖点了吗？我们看一下 Palantir。Palantir 的话，我之前说过 Palantir 这个票的这个基本面非常强。它的这个主席啊 ，Chairman， 彼得戴尔 ，Peter Thiel 这个家伙很牛，他是资助了这个副总统的这个竞选，他自身这个背景非常深，然后又是跟军工相关的，然后又是跟 AI 相关的，所以说基本面是非常强的。他之所以能拿到那么多国防的这个大单子，没有背景是不可能的，对吧？那么好多人就是说他的这个估值嘛，毕竟已经涨了这么多了，那么估值高并不代表要暴跌，这个东西，股价代表的是供需关系，对吧？是有人觉得你觉得它那个高，可能有人就觉得它低。比如说你要做10年、20年的一个交易。这个其实很多人，以这种估值来打击某一个股票，其实是很可笑的。你好多股票估值特别低，可能你去看它的估值的话，特别低，就在底下一直盘着，就不起来。然后很多人喜欢买那种。当然，我们不是说这种高高在上的这种所谓的有泡沫的，你就应该追它，而是说不能够以这种来判断这个股票是应该进还是出，就说你的进出的策略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不要单单看一个所谓的估值。那么它的结构的话，周线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周的一笔上涨了。那么周线的结构，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比较这个有意思的就是周线上这个3买，它最低点在20.33，周线上这个中枢的上沿在20.24，刚好没回来，所以这个周线上这个3买特别的牛，技术上。那么出现3买之后，啪，直接一段上去，然后又有一个4浪回撤，就是12、3、4，这个4的回撤也很牛，对吧？从125一直跌到66。然后4浪回撤之后又出现了一个5，所以说这个结构还是在走周线的大 A， 这是周线大 A， 然后这是周线的小 B， 就是所有的这些浪形全在小 B 段。那么周线上第二个中枢还没有出现，那我们要判断的就是从 66.12 上涨的这一笔，周线上是第5段嘛，它有没有结束，对吧？只有它结束了才可能回来，然后再做周线上的大 B 段。所以说现在这个小 B， 这个第5浪或第5段，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呢。那我们把这个第5段给它高亮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只分析第5段。这就是我们利用期权套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你能够交易的那一段。很多人拿到一个图不知道怎么分析，也不知道怎么交易，我怎么看呢？这么复杂，我是从这儿开始看，还是从这儿开始看，还是怎样，对吧？只有利用缠论的这种分段交易方法，所谓的这个吃波段缠论是最好的波段交易的一个理论。你只有知道要交易哪段，或者说它所处的位置，你才能够做好波段交易。好多人喜欢做波段，都不知道从哪开始分析。那么在这个最后这段，也就是周线，所有的这些都是周线上那个第5笔，晓得吧？那么在日线上的话，现在是这里它这个回落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就是5月9号，这是4月9号那天的那根 K 线，但是它这个回落是不够比的，其他的这个这个图形上是够的。那么它直接到这里是出现了这个2买，或者说从这个上来的第2浪回撤。那么现在开始有希望走这个第3笔，但是呢，这个力度并不强。
这个虽然说现在也是够一笔了，除掉包含关系的话，也够一笔。我们把这一笔可以画出来，对吧？现在这个要么是这样打了一个高点，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背驰，那有可能要结束周线上这一笔，或者说什么呢？或者说这样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离开，因为它的进入段太强了，它这个离开如果不够强的话，也容易结束。所以说它就是怎么选。那么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就知道了要看哪儿了，就看这段它的内部能不能够继续往上冲一冲。它的小周期上肯定是有一个中枢的，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小周期，这是119这个位置。那么119这个位置，我们看它的小周期很有结构，很有韵律的一个这个结构，下上下上下，就在这个小周期里面就在这震。现在有一点快速要升上去的这个情况，对吧？这个 MACD 贴着零轴，所有贴着零轴的这种一定要注意，是不是要开始找方向往上走了？一定要注意这种，因为只有贴着零轴，在零轴上面一点或者下面一点的时候，这种力度起来的时候，这个是动能非常强的，就是它是有希望直接这个快速往上走一个离开的，就针对这个中枢。但这个中枢呢，又不是1小时的中枢，因为它这个只有这个是够2笔，但是这个回落也不够笔，所以30分钟上肯定是有一个中枢。就是你在选取中枢的时候，不是说因为1小时和30分钟它俩的这个级别几乎相等，就大约相等。你看30也行，看1小时也行，对吧？这就是我们在选择，就看哪个周期上的结构更清晰，你就看哪个周期。那么现在30分钟上很清晰了，我们就比较一下在30分钟上最后这段的进入段跟离开段。这是它的进入段，这是它的离开段，也就是这个低点，对吧？哎，刚好有一个关键位置，看到没有？128.41，这个是119.4，这里是它的进入段，从这个位置是离开段，刚好顶到了128.41。就这个到了这个位置的话，看它后面的这个力度能不能够强的跟随上来，也就是说一定要有力度突破128.41才能够继续往上生长。所以说有的话，首先不要追了。有的话，这个没有的话不要追，因为毕竟到了这个等比例的128.41这个位置，它完全是可以在，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小周期上5分钟上肯定有一个中枢，这是再走离开，你可以做一个5分钟上这个3买，给你一个回落的时候，这个3买回来，它看它能够有力度上去，就是说一定要突破这个128.41，这个力度才能起来。但是它刚好是顶到了，你看刚好是顶到了这个128.41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个上影线。说明这个是等比例的技术上等比例的这个压力位置，对吧？那是小周期给你一个300之后再买。如果说你做的周期比较小的话，或者说你现在减一点，等它再回来的时候再买回来，这就是利用更小周期做一个差价了。但整体来讲的话，刚好在这个128.41的位置，它就是不往上走了，说明这个是有效的这个位置。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继续观察，继续等待。这里有没有回落？小周期上针对这个小中枢给不给300，然后我再做后面这段。但是这个大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它的基本面上，我们一定是3个维度来操作，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基本面这个技术面。只要基本面跟比价关系没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技术面其实你只要做得好的话是不会亏的，你即使拿着不动的话也不会亏，因为毕竟你不动它的这个基本面，它的公司是向好的，有人给你抬轿子呀，这些机构他们不傻呀，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这个坐轿子的人，不是抬轿子的人。所以说不要单纯的做短线，我一直强调不要单纯的做短线，因为你单纯的做短线，长期下来看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是你是像那个索罗斯那种能耐，做空英镑，一次干上去10个亿美金做空，然后短期的就盈利1个亿美金就出来，你有那能力也行，去做短线。但是单纯做短线，仓位上不去的话，没有意义。长期看，我建议的是，用短线，你长期选好了标的之后，然后利用短期把这个持仓成本降下来。长期目的还是为了长期的持有。你如果真有索罗斯那个能力，
一次干上去1个亿、10个亿美金的玩，那没有问题呀，对吧？有那个能力的话，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说不建议你单纯的去做什么日内交易啊。如果说为了练习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过了练习那段的话，单纯做短线没有意义，就是你赚那点钱还不够你浪费那个时间的。然后再看这个 HY 王朋友问的3倍做多芯片的这个衍生品，因为它跟这个我不知道这英伟达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成分有多大，对吧？因为它毕竟是3倍做多一个芯片整个一个板块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大周期上，这个是有过一次反弹。我之前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朋友，直播的时候来问我，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他问这个位置能不能够进，或者可不可以买。我们当时说啊，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7023这么明显的一个防守位置，你当下从这个位置到7023%10%的一个空间，因为它是3倍的嘛，是带杠杆的，自带杠杆的，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损失？这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它在围绕这个中枢震荡的时候，对吧？所以说，你只要交易计划这个做好的话，能够承受，先把损失的位置、出场的位置想好了，我能不能够承受这个损失？其实其他的就好做了，你只要想好了损失能承受多少。你什么位置都能进，什么位置都能进。我这个位置进，我的止损就在这里，或者说就在这个100，这个是200均线这里，我能够承受这个损失，为什么不能进呢？对吧？所以说任何位置都能进，但前提是你能不能够制定好你的出场策略，先把你的出场，先把你的这个损失想好了，那么你赚钱不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事儿吗？对吧？先想好你的能亏多少，先别想能赚多少，先想你能亏多少。那么在大周期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这个日线上，我们把它日线上的画一下。日线上也是4月9号，它也是出现了这么一个 K 线，看到没有？基本上也是有一个类2买的位置，然后上去了下来，但是严格定义是没有的，我们就先按严格的来吧，把这个日线上给它这个这段给它画出来，一笔上去然后下来，就是这个日线的目前这个结构。那么现在这个反弹也不够比，就跟英伟达那个图形很像，所以说这就是它的这个底分型的下沿的位置，腰15.1。然后你的问题，近期走势是吧？你要问的是近期走势，那么近期走势很简单呢，要么是突破18.18，要么是跌破15.1，这就是它的近期走势，它没选，所以说要么往上走突破18.18，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123。至于能不能够再次突破19.37，那就看它的后期的力度了，或者说在这里做中枢，再往上走也可以，这是往上走。那它也可以再次选择跌破15.1呀，对吧？跌破15.1就是19.73的下跌延续。那你也可以从前面的这个起涨点测一下，它可以跌破15.1之后到14.73，这样的话就是这笔回落到这里，因为这里不够一笔反弹，这里不够一笔反弹之前，新的一笔没有生成，你就不能说前面这笔结束，对吧？但是你也不能够说我等它新的一笔生成我再进，而是出现底分型时我就要进，或者说你用双触发嘛，我一直说的双触发。所谓双触发就是第一的触发是有底分型，第一个触发是让你干什么呢？是你去观察它，我可能看一下这段下跌这个出现底分型了，是不是那个可以进场了，可以进场做多了。第二个触发是它这段下跌的内部次级别要有背驰，要么是3段背驰，要么是5浪背驰，要么带1个中枢的背驰，要么带2个中枢的背驰，对吧？这叫双触发，目的是让你进场的时候能够更贴近这个拐点的位置。我们缠论是抓拐点的位置，抓拐点的技术。
这个买了就涨，卖了就跌，那是最爽的，对吧？所以说，但是你的出场在哪儿呢？就是这个15.1不能够被跌破，15.1跌破了，你的进场的依据没了，那你就要应对了，要么止损，要么是分仓位进，分批进。我出现了底分型，我进一点，利用双触发，我的这个稍微买一点，但是呢被打掉了，它到了某些个位置，我再加，对吧？这就是我们用的，就看你怎么选。那很多人他愿意只是全仓进出，那你就不适合用这个多分批进分批出的这个方法。这方法这个怎么选都要看个人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标普，还没选，还没选，这是1小时上还没选，我们再到5分钟上看出没出现我之前说的那种强势的，到这个起码要到这个中枢上面去，才有可能给个3买去突破5943。现在只是回来了，对吧？现在回来了，又到了120和200均线这个位置，这是一个潜在一个压力。它的小周期上，这个结构非常的凌厉，但现在这里有一个小中枢了，1分钟上这里是有一个在做这个中枢，所以说这里一旦上不去的话，那就要回落了。给个2买之后再上也可以，就看它能不能往上突。大家看一下还有没有要提问的，有没有其他的股票个股你们想长期做的？有没有想要再问的？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眼特斯拉。我们刚才说它这个3买的这个位置，我看特斯拉冲的挺好，对吧？是不是？不需要你去预测它，出现了位置你就应就好了。所以说，交易并不难，前提是你要知道，怎么说呢？这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分析。我也是经历了十几年的这个交易下来的，才有这么一个类似所谓的盘感。其实盘感不盘感，其实说起来很模糊的。但是呢，其实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你首先要有模型的概念，对吧？我一直强调，缠论这个模型你要熟悉，但是呢，也不能照搬它这个模型，它也因为走势怎么走都可以，它怎么选都可以，千变万化不离其中，它的这个不会脱离缠论这个大框。然后呢，你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再结合当下的这个结构，对吧？当下的出现了弱了，回落弱了，那不能够下跌，这就要上涨，或者说在这里横，只有这2种情况嘛。因为它一共就3种变化，一共就3种变化。今天特斯拉表现的比其他的强一点，特斯拉呀、帕兰提尔这些表现都是相对强的，还有一些的什么医药股可能也是比较强。之前好多人问那个 UNH， 我看今天它也是有点要往上走，但是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大周期上它是走得非常差，非常恶劣，但是周线上这个最主要就是周线上它没背驰，周线上这个3它没背驰，那么这个3段的没背驰，当然日线上并不代表它日线上没有反弹，尤其它是一个3个缺口下来的。
从这个600附近，这是1、2、3个缺口，然后第3个缺口已经被补掉了，现在有点所谓的跌不动了，对吧？跌不动其实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那么它的结构的话，这里是它完全可以再往上走一走，也就是说它这个周线上可以出现一个4的反，周线上这里完全可以出现一个4的反弹，1、2、3、4，然后再下也可以的。那么现在周线上这是所有的这3周是一个包含关系的 K 线，是一个包含关系的 K 线。然后日线上，也就是以这个248这里的话，248这里能不能够生长出来周线上那一笔？那么你在日线上它没有更多的结构，但是呢，日线上它这里是回落，是这一笔是够的，看到没有？这一笔是够的。我们把这个给它画一下，就是说248到324虽然说不够一笔，但是它回落这个是够一笔。289这个2324到289这个回落是够一笔的。如果说这是进入段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因为进入段是不需要够笔的，不需要满足定义的，对吧？我们一直强调它这个1、2、3这3段是要满足定义，所以说这里是如果说当成一笔的话，那么这是这笔的回落，那么就看这里能不能够长出来一笔新的，那么就是看它的小周期上。小周期上从289这里的话，我们看，我们把这个先给它清掉，因为它的图形，因为它的价格被压缩的比较厉害。在1小时上的话，它是现在已经1、2、3了，看到没有？然后又是从零轴起来的。那这里要有力度起来的话，那就希望生长出来日线上的一笔上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它现在开始往上涨。现在目前涨的是2点多。那么1小时上，它这里是一个1、2、3段。那么1、2、3段有了3段，我们就能比较力度，对吧？现在是到了0.618了，看看能不能够再往上突一突到309。309的话就是这个等比例的位置，最好是力度比较强的突破309，那这样的话就不被持，这样就有希望走出来一个1、2、3、4、5。所以这种票它不知道现在是有一个机构往里抄啊，还是说是它的基本面不为人知的是出现了什么变化，不知道。但是起码图形上现在短期是表现出一个偏强的一个状态，就看它这里能不能够上去，也可以是一个1、2、3，然后到了等比例，那这样的话日线上那笔出来了也可以，这样的话就日线上再走一个中枢，就是说这个位置它完全可以结束，然后再回落一次之后，构成一个日线那个大中枢，然后再起来一次，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些构成什么呢？所有的这些构成的是周线上那个4的反弹，周线上现在是一个1、2、3，然后这个是4，就是说现在是周线上那个4，所有的这些可以构成周线上那个4。这就是你利用这个大周期的这个结构，类似一个 GPS 嘛，找方位，然后再结合小周期的，你就知道它到哪个位置是可能出现，一定是多周期立体的交易。这个 Flow Chain 问128.4，我们看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他说的这个。我们刚才说要你问是不是站上？在缠论里面或者说在传统理论里面说，能不能够站上一个位置是要3个交易的周期。比如说这是30分钟，我需要3根30分钟的 K 线在这个价格之上，我才说有效站上。缠论其实所谓的有效不有效的话无所谓，缠论里面你只要它的小周期里面，这是一个第一个中枢，然后这是离开，然后这里做第二个中枢，然后一个回落，是利用结构来说是不是站上这个位置。但是两个你结合的话，现在是有希望，有这个希望在这里不被持，也就是说这个是进入段离开段有希望不被持，它可以在上面这里做一个小中枢，然后再做一个回落，然后以这种方式，就是也就是说这个3它这个离开段啊，它这段的这个结构里面它不够饱满，它的结构起码要出现2堆 K 线的时候才可能结束这段。
那走到上面之后就不背驰了，它完全可以在上面生长之后给一个很弱的回撤，那么就会形成这个中枢的300，然后往上走，就这种方式。起码它在这个30分钟上现在表达出来的是小周期上这个离开段非常强。你所谓的选方向只是在5分钟上可能是这个位置已经选方向了呀，不是在这儿选方向，是在这个凸出来的时候已经离开它的时候已经选方向了。我们把这些 K 线再看一下它的5分钟上，现在看的周期是30分钟上。你所谓的选方向不是到了那个高点再选方向，它选方向是在这儿选的，选方向是在这儿选的，这个位置它选的方向，要尝试突破，对吧？而且突破之前还给了你一次回落，踩到5分钟中枢里面来，给你往上走。你要当时一直盯着它的话，或者说你就在交易这个票的话，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然后中枢的中轨加上已经有了中枢中轨，看到没有？刚好是踩到这个中轨附近，然后往上走的，这是选方向，就是突破这个的有力度的快速往上拉，这叫选方向，而不是说我到了这个大周期的等比例的位置才去选方向，晓得吧？这个位置是在选方向，这里是选方向。今天虽然说这个标普在这里窄幅的一个震荡，对吧？它这个5分钟上，我们之前刚才说的这个到了120和200均线这里上不去，它的这个今天标普的震荡空间并不大，但是个股的表达还是挺强的，像什么特斯拉了、英伟达了、Palantir， 什么那个 UNH， 就这种活跃的还是有活跃的一些个股，就看你选择的标的。现在今天中概的话也是挺活跃，但是都跌的比较多，毕竟刚才我说了，川普又发推文抱怨，对吧？他是 Mr. Nice Guy。好的，那么的话，现在到了美东时间10点42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告一段落吧。那么既然大家没有更多的提问，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